大脑的构建是一个持续和复杂的过程从出生前就开始了，特别是生命的头几年，数十亿计的大脑细胞，也就是神经元，通过传导电信号形成交流，形成不同的回路跟连接。而我们的经历跟环境呢，也影响了我们的连接跟回路的发展使用比较多的回路呢，它就会发展得更强壮，更具永久性；而使用比较少的回路呢，就会通过修剪的过程而逐渐消失。那这也是为什么像朗朗这样的大钢琴家，他也要坚持练琴，因为不练的话呢，弹钢琴这个回路呢就会逐渐消失掉。那物种的进化是需要时间的，在人类出现这200到300万年之间，99%的时间呢，人类都在学着怎么去生存。所以我们的祖先呢是以群体为居，然后他们通过游牧狩猎还有寻找食物，以确保人类这个物种可以生存下来。也就是说，99%的时间里面呢，我们是没有所谓的语言书籍就更不用说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的电力、汽车，还有电脑等等等等。那这说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我们的大脑的连接是以生存为目的的。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手在碰触到热水的时候，我们会想也不想的立刻缩回来，这是一个本能的反应是不经过思考的。这也是我们大脑生存连接所做出的一个反应，以避免我们的皮肤被烫伤。大脑的发展呢是有分级的。那美国著名的神经科医生呢 Bruce Perry 呢就把大脑从简单到复杂，从下往上分为了脑干、健脑边缘系统，还有大脑皮层。那每一个区域它调节的功能都不一样。那较低较简单的结构呢就调节基本功能，发育的比较早。那较高较复杂的呢区域呢就调节比较复杂的功能，发育的比较晚。那每一个区域呢都在不同的时期得到全面的发展。那了解呢大脑的分级呢，对于我们试图了解人类情绪认知还有行为的变化呢，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那脑干又称为生存大脑，它主要是负责我们的心跳呼吸还有血压等等，以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那健脑主要是负责我们神经的传导譬如调节我们四肢运动等等。我们的边缘系统和我们的情感调节密切相关。那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叫做杏仁核，它是我们的危险探测器，所以呢它跟我们的恐惧情感呢密切相关。那一旦呢杏仁核探测到了外界的危险信号呢，它就会进入紧急状态，然后它就会向我们的脑干还有健脑发送信息。那我们的神经系统呢就会释放出压力荷尔蒙，那包括了肾上腺素还有皮质醇，让我们的身体进入一个紧急的状态。我们的呼吸会加速，然后心跳也会加速，我们的肌肉会收紧血压会上升目的是为了我们可以提高我们的注意力，然后我们的感觉也变得比较敏锐，我们可以随时准备是要去作战呢，还是逃离现场。那危险的信号呢，在从前呢，大多会跟我们的身体有关譬如没有食物或者说外敌的入侵或者说遇到比较凶险的动物。那在21世纪的今天呢，危险信号可以仅仅是跟一个我们非常讨厌的人讲电话我们的压力荷尔蒙马上就是迅速的分泌了。又或者说我们有一个报告明天要交，但是我们还没有动笔，又或者说做一个公开的演讲等等。那大脑皮层呢，是大脑里面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它有100到140亿万亿个神经元。它主要是主导我们的逻辑思考风险评估语言注意力等高级功能。它要等到20岁左右才会发育完整。那这也是为什么青少年呢，因为刑事犯法的判刑呢，跟成年人呢是要区分开。因为青少年他的皮层没有完全发育，所以他们做事情都会比较冲动并没有经过一个仔细的分析或者说思考，只是觉得这个事情比较酷，或者说因为别人去做，所以我也去做了。
我们大脑结构的低级功能，像脑干、健脑是用于维持我们的安全，还有一些基本的需求，以便我们的高级功能，像皮层可以正常的运转。那当我们感知到威胁的时候呢，我们的皮层是不能够运作的，因为所有的大脑连接呢，都用于维持我们的生存和我们的安全上了。也就是说，一个过于焦虑、冲动跟有压力的人呢，是很难去进行社会技能的训练又或者说与他人进行一个比较良好的语言上面的交流又或者说去参与自信心还有自尊心的建立等等。